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9月荧屏顶流男神古装对决，诚意龚俊丁禹锡谁主宰你的追剧清单？大家好，又到了秒秒的娱乐时间啦！9月已经到了，那9月还会远吗？9月荧屏迎来古装剧神仙打架的局面，4部备受期待的大制作相继定档，4位顶流男星将带来风格迥异的作品，从玄幻武侠到权谋虐恋，从暗黑刺客到少年将军，全方位覆盖观众的追剧需求。01，诚意带着狐妖小红娘王权篇来了。作为国漫顶流 IP 狐妖小红娘系列的收官之作，王权篇承载着巨大的期待与压力。该剧讲述了被当作道门兵人培养的王权富贵与蜘蛛经青铜相遇后，逐渐觉醒对自由与爱情的渴望，最终为爱经历万箭穿心，也要离开王权山庄的故事。诚意的银发造型尚未开播就已惊艳众人，打戏融合奇幻特效，视觉效果令人期待。该系列前2部作品播出效果未达预期，使得王权篇成为了诚意的背水一战。02，罗云熙主演的《水龙吟》未播先火。该剧首创玄侠概念，讲述亦正亦邪的唐丽慈在江湖中的复仇与七情历练。剧组公布的数据令人震撼：8600件道具，2600套服装，5万平米实景。罗云熙在剧中的银发造型和雪纺长袍配渐变色挑染长发，被网友称为从敦煌壁画里飞出来的9色鹿成精，但也因过于华丽引发了一些争议。03，龚俊在《暗河传》中饰演江湖第一杀手组织暗河的刺客苏沐雨，人称纸伞鬼。故事围绕大家长中毒垂危，3大家族叛乱夺权，苏沐雨肩负双重使命平息内乱展开。龚俊近年来多部作品反响不佳，使得《暗河传》被视为其证明扛剧实力的关键之作。剧中他手持重达8公斤、内置32处机关的石骨伞，打戏被观众封为教科书级别。04，丁禹锡《山河枕》是少年将军的成长虐恋。《山河枕》改编自莫书白同名小说，讲述了少年将军魏运在家门遭遇巨变后，与名义上的嫂子楚瑜携手查明真相，守护家国的故事。丁禹锡饰演的魏运从鲜衣怒马的少年到成熟稳重的将军，战损造型和哭戏已有路透赵红上热搜。该剧是丁禹锡现阶段最后一部2番男主剧，对其未来发展至关重要。无论是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的 IP 影响力，水龙吟的视觉盛宴，暗河传的暗黑美学，还是山河枕的权谋虐恋，都各具看点。9月的古装剧市场注定不会平静。随着影视行业逐渐复苏，加上暑期档留下的余温，观众的追剧热情被进一步点燃。进入9月，4部备受期待的古装剧集体定档，几位顶流男神将同台竞技，诚意带着国漫 IP 大作《狐妖小红娘王权篇》，罗云熙携手视觉奇观《水龙吟》，龚俊挑战暗黑刺客题材《暗河传》，丁禹锡则在《山河枕》中演绎少年将军的热血与成长。这4部剧不仅是观众追剧清单上的重磅之作，更是几位主演事业发展的关键节点。谁能笑到最后？谁能真正抓住观众的心？这场古装男神对决值得我们逐一解析。05，诚意狐妖小红娘王权篇背水一战的国漫收官。作为今年最受期待的国漫真人化作品，《狐妖小红娘王权篇》无疑肩负着极大压力。前2部月红篇和竹叶篇虽然热度不低，但口碑2极化，未能达到理想成绩。如今王权篇被寄予厚望，被视为能否拯救整个系列的关键。诚意在剧中饰演的王权富贵，是一个生来背负使命的道门兵人。他从小被训练成冰冷的武器，却在遇到蜘蛛精青铜后逐渐觉醒，
渴望自由与爱情。故事最大的看点便是王权富贵在人与兵的矛盾中挣扎，最终为了爱选择反抗命运。程毅的银发造型一经曝光便引发热议，无论是冷峻的眼神还是潇洒的打戏，都让粉丝直呼眼前一亮。加之剧组在特效和打戏上的投入，观众普遍期待能看到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国漫神作。然而，这部剧对程毅来说也是背水一战。自《莲花楼》爆火之后，他被贴上了古装武侠天花板的标签，但此后缺乏新的代表作。若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反响平平，程毅的口碑难免受到影响。若能成功出圈，他将再次稳固在古装领域的顶流地位。06. 罗云熙水龙吟，华丽视觉下的玄侠新尝试。罗云熙近年来在古装剧中的表现有目共睹，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润玉一角，至今是许多人心中的白月光。然而，随后的几部作品并未形成现象级影响。此番他主演的《水龙吟》，无论是题材还是制作，都被视为豪赌之作。《水龙吟》主打玄侠概念，讲述亦正亦邪的唐丽慈在江湖中的复仇与七情历练。剧组公布的数据相当惊人：8600件道具、2600套服装、5万平米实景。这样的投入几乎达到了电影级别的规模。罗云熙在剧中的造型尤为引人关注，银发配渐变色挑染长发，长袍如雪纺般轻盈飘逸，被网友形容为敦煌壁画里的9色鹿成精。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力极强，但同时也引发了过于华丽是否喧宾夺主的争议。可以说，《水龙吟》是一部极具冒险精神的作品。它既可能因独特的美学风格而惊艳四座，也可能因过度强调外在而失去故事内核。对于罗云熙而言，这部剧既是挑战，也是突破。他能否凭借唐丽慈一角重现润玉的高光时刻，值得拭目以待。07. 宫俊暗河传，暗黑刺客的自我救赎。宫俊因《山河令》走红，成为一线男演员，但此后的作品，无论是现代剧还是古装剧，反响都不算理想。观众逐渐产生宫俊扛不动剧的质疑，于是《暗河传》就成了他证明自己的关键一战。《暗河传》讲述的是江湖第一杀手组织暗河的故事。宫俊饰演的苏沐雨，人称纸伞鬼，冷酷、果决，充满危险气息。他肩负双重使命，既要平息内乱，又要守护自己心中的正义。剧中最吸睛的设定，莫过于他的武器重达8公斤，内置32处机关的石骨伞。宫俊在打戏中需要边挥伞边完成高难度动作，被称为教科书级别。从路透照来看，他的状态颇为投入，眼神凌厉，气质贴合人物。暗河传最大的亮点是暗黑美学，剧组在布景和灯光上大量使用低饱和色调，营造出阴郁、压抑又带危险感的氛围。这与以往光鲜亮丽的古装剧风格大不相同。若能呈现出独特气质，暗河传很可能成为宫俊的翻身之作。08. 丁禹兮山河枕，少年将军的成长与虐恋。丁禹兮凭借传闻中的陈芊芊走红，成为甜宠男友的代表。但随着市场审美的变化，他逐渐意识到转型的必要性。山河枕就是他在古装权谋领域的一次重要尝试。该剧改编自莫书白同名小说，讲述少年将军魏运在家门惨遭巨变后，与名义上的嫂子处于携手查明真相、守护家国的故事。剧情既有权谋斗争，又有虐恋情深，情感层次丰富。丁禹兮饰演的魏运，从意气风发的少年逐渐成长为稳重坚毅的将军。这种成长线对演员的演技提出了较高要求。路透照中，他的战损造型与哭戏已数次登上热搜，不少观众认为他突破了以往的甜宠形象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山河枕》是丁禹兮现阶段最后一部二番男主剧。之后，
他将全面进入一番男主赛道。这部剧能否获得好口碑，对他未来的职业规划影响重大。09。4部剧对比，谁能笑到最后？4部古装大剧同时登场，观众难免要进行比较。狐妖小红娘王权篇占据最大 IP 优势，国漫粉丝基础庞大，自带流量。水龙吟以高投入和华丽美学吸睛，但风险在于是否会形式大于内容。暗河传走暗黑刺客路线，是题材上的新尝试，如果剧情紧凑，可能口碑逆袭。山河枕主打权谋虐恋，最容易在情感共鸣上打动观众。丁禹兮的转型表演也极具看点。从演员角度看，程毅是必须赢的一方，莲花楼的余热让他承担了更多期待。罗云熙是求突破的一方，需要用新角色打破固有印象。龚俊则是待翻身的一方，暗河传关系到他的口碑能否回升。丁禹兮则是转型关键期，若表现出色，他有望顺利晋升一线。